嗨，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鹏，又见面了。首先就是你做功课肯定是要看全世界范围内的街舞电影嘛，如果你能找到的你就去看，去采访大量的从事街舞的职业运动员以及爱好者啊，教练和学生，然后去各个城市去找这样的人聊天，一聊聊一下午。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，我觉得就是心中有一个热爱的事儿，然后全力以赴的为他去，他也许以此谋生，他也许就只想在那个瞬间燃烧自己。他们讲述的时候，我觉得都特别的闪光，动人。这个项目呢，是我在过去的5部电影当中，效率最高的一次创作。大概在2021年的4月份，我们决定要拍摄《热烈》这部电影。那会儿呢，是保你平安马上就要开机，在那个时间点，我们决定要做这么一个事儿，就开始进入到了故事的写作。然后因为采访了很多的人，我问了很多的 B boy，然后就说，如果我们找一个人来演一个 B boy 啊，他应该是谁？我们说的这个范围肯定就是大家熟知的演员，同时他又能承担起他表演的这个责任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跳舞的部分，同时他的整个气质要能够被 B boy 们就是能够认证，因为同样是跳舞的，还是有不同的舞种，然后可能 B boy 他们会有自己内心的想法，有的人可能不像，所以我去问他们这个问题，就得到了同一个答案，就说是王一博。那会儿呢，其实我还不认识他，我没有私底下跟他是朋友，我们可能在其他的活动上见过面，然后彼此知道是谁，但是并没有合作过，所以就带着这个名字去邀请他，就去他的那个公司因为认识他的公司的人，那会儿呢还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剧本，就是跟他讲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，想拍一个跳舞的电影，然后采访了很多人，他们觉得你是最适合演这个 B boy 的，那我想把这个事儿做好，然后我还给他就是在见面之前写了一封信，给他之后，我们就见了面，然后我就跟他讲。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事儿，大概的故事的模样是什么？他给我在微信里面就是回复了很长很长。我印象很深的是，他觉得能够邀请他参与到这个角色，自己也很开心。然后他说了一个重点，他说电影和街舞都是他的热爱，那么相当于我们在一起做这个事情，其实是热爱的叠加。所以他是因为这样就同意参与了这部电影，有了一个具体的形象之后，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跟以前的创作不太一样，因为一博对这件事情很认可，所以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模样。然后我记得那个苏彪，就我们的编剧，打印了一张一博的照片，就贴在他自己的那个桌子那儿。每天就看他的照片，然后开始写他自己以前跳舞的，他没有在电影当中他展现这一部分，也许在综艺当中我们看过，或者老的一些视频里面，但是这么投入彻底的，跟他契合度这么高的一个角色，那他自己好像仿佛一直在等待这个角色一样，所以我们很顺利的就邀请到了博哥，这个顺利的程度超乎我自己的想象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了双博，然后有了他们的角色，有了他们自己非常清晰的生活当中的我们对他的印象，于是投射到剧本里，那就是很自然的这个故事就生长开了。所以你说在看电影的时候，可能看到了一部分丁磊有博哥的影子，陈硕有一博的轨迹，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剧本这两个人物可以说是为黄渤和一博量身打造的。找敏涛姐来演一博的妈妈，他们像是家人，而且两个人都有极强的信念感。他们为各自的角色都做了大量的功课，所以
第一次对手戏，因为我们家里面的戏是在一个摄影棚拍的，那个摄影棚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，还要搭建。两个人的第一场对手戏其实就是妈妈登台，然后陈硕看到妈妈为了自己再次站上舞台，所以陈硕哭了。就是那场戏是他们第一次对手戏，我也很意外，就是第一次对手戏，一博的那个表演，他其实是一遍过的，一遍过就是他上去就达到了我对这个事儿的想象，于是我就在想，怎么办？这么轻易就这场戏就拍完了？因为它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面，有婚礼，有很多的群演，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再来一遍，但事实上其实就已经后来用的都是第一遍的那个表演。跳舞的部分其实一博和博哥两个人，非常的认真，就是那个认真的程度让我觉得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没必要啊。比如说博哥他有一个自己的空翻，其实那个空翻其实可以用替身做，也看不出来，但他自己一定要自己做，然后我都觉得，哎呀，你还是安全第一吧。但是不，他就要自己要翻。后来我大概能够理解，就是博哥的这个心态了啊。虽然我们没有认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但我能够理解，因为在一些私下聊天的时候，其实他表示过，就是说这个电影是给他自己的舞蹈生涯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。他一定要全力以赴去做这个事儿，因为以后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在电影当中这么挥洒，然后在跳舞的方面这么尽兴，所以他就把所有自己的认真，所有自己的全力以赴都放在了丁磊这个角色上面了。那么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可以互相感染的，所以我记得那个全国大赛，因为我们拍一个很长的周期，最后的一场比赛在电影当中呈现是20分钟。我现在看到很多评价说最后20分钟起飞了哈，最后20分钟太炸了。那一场比赛我们拍了10天，在杭州的奥体中心，那是一个比较有强度的一个拍摄。当时又是疫情的期间，好像群演也不多，就没有办法聚集那么多人，每天都从横店那个发大巴车到杭州。所以后来那个场景里面，大家的那个舞蹈那种状态，其实在电影当中看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剪开的，但是它不能够剪到这个镜头是只跳这一部分，它其实在跳的时候它是连贯的，所以我觉得对大家的那个体力耐力都是一种考验。我是拍到倒数的第几天，他们才跟我说陈硕的脚踝觉得不舒服，但他不跟我说，是辗转了好几个人那个消息途径才知道的。虽然我们现场每天都有队医，然后给大家就是治疗，但我当时我觉得跟一博说，其实电影是剪辑的，所以如果你跳的这一遍没有那么完美不重要，因为只要有那么几个瞬间是好的，然后我们再通过其他的角度再去弥补这个遗憾。可是他感觉好像就一定要从头到尾都要好，他才能够觉得自己好，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。他最后一天的时候应该是打着封闭去拍的这场戏，所以为了能够不辜负他们的这些付出，其实在剪辑的取舍上，大家去看电影里面陈硕最后掰头跳舞的时候，我都尽可能的保证他的那个表演是完整的，就在同一个机位下，他有一个完整的表演，而不是被切开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于他们付出的一个尊重。它虽然是一场动作戏，但是它承担了很多叙事的功能，就是你要让这个比赛始终保有悬念，同时还能够不停的有反转和意外。我其实很感激，就是整个创作团队，因为有中国最厉害的舞者，
然后也有我们最厉害的顾问，这些舞蹈顾问他们都是国家队的教练组的成员，所以他们给了很多想法，比如说日常的比赛当中会遇到的一些状况。我觉得是彼此的选择吧。我自己都比较强烈的感受是，我很感谢双博，就是他们能够选择了这个故事，因为他们肯定接到更多的剧本，他们一定有更多的选择，但是他们愿意说很信任你能把这个事儿拍好，我觉得他们就是更了不起啊，对于我来讲。所以，我们的这个关系就是挺美妙的，有很多。没有办法具体用语言描述出来的那种微妙的互动感觉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彼此的那种信任，就是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对方能够信任你，并且付出，那你也没有办法去辜负这个信任。然后就是产生了那种男人之间，就是大家彼此好像可以不说出来，但这种相处的感受很愉悦，所以到现在我都非常怀念去年的夏天，我们从5月27号开机到8月5号杀青，整个这个周期内，不只是大家在一起拍了一部电影，因为电影的结果它不可测，它有很多未知，但那段回忆和我们相处的那件事儿。他很确定，就是每个人都全力以赴，用很短的时间周期做了非常有效率的一件事儿。就每个人都是创作极限，我觉得，他迫使我们都用自己的极限的能力去投入在这件事上，所以我特别享受那段时间。我们在拍那个全国街舞大赛的那10天，每一天都觉得是充分的燃烧，然后大概在一天下班的时候。我都就找一个房间，然后没有人的时候，自己在那儿就觉得就哭了，就觉得就是他不是难过啊，觉得舍不得把这个戏拍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一博在这个剧组里面更爱笑？在花絮当中，在日常的相处当中，我感觉他也在逐渐的对，打开自己，因为那就是一个24、25岁应该有的样子，但他是王一博，所以我知道他面对的压力，然后他的努力，这些都很触动我，所以在这个剧组尽量的让他能够找到更多的安全感，然后信任，同时因为这个氛围它本身就是一个青春的、励志的，然后有喜剧元素的这么一部电影，周围的人也会感染他，所以我相信他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，就我们不谈电影的结果，只是在一起经历的那个夏天，我相信他也是非常投入也开心的。这次我自己就是沉浸在导演这个工作里，我觉得我更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有突破，因为它不一样，我相信它也会发生的，因为有这么厉害的博哥、一博，还有这么一群中国跳舞最好的人，大家喜欢的那些演员，我觉得他会成为我到目前为止最棒的一部作品。